当前很多人不愿意买房子，说是因为高房价引起的，怕现在自己买到高价的房子，未来如果房价下跌了，那我现在岂不是背锅侠？但我们要知道，房住不炒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房价稳定了，但它停在高位稳定上。如果呢，你一时半会儿想把这个房价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可能。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房产的交易量开始下滑，到今年呢，又开始全面的救市。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呢，这个房价在某些程度上在慢慢的下降，但是当前的楼市面临的并不是高房价的问题，而是另外3个值得解决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进行讨论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房价持续的下跌。为什么在2022年有这么多利好楼市的政策？说明交易量在下滑。这个下滑呢，是从2021年的下半年就开始的。从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呢，房价是疯狂的上涨，人们买房的热情呢也是空前的高涨，因为很多人也相信未来房价还会涨，他们的一个心理呢就是买涨不买跌，所以呢你会看到在当时这个房产的交易量是非常高的。但是从2020年的年底调控全面的开始，针对开发商有3道红线，对吧？让开发商降负债。那么开发商呢到现在为止拿地的次数呢也减少了从今年上半年体现的这个开发商拿地的金额下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对于银行呢也给了2道红线，包括呢对这个购房者这个贷款也有一定的限制。以前呢银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呢随便的放贷，导致到这个金融风险增加，而老百姓呢又觉得未来房价可能会上涨，不如现在呢马上下手买房子，所以个人负债的情况也越来越多。那这些问题呢在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从2021年的下半年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楼市开始冷清，很多人想卖房子卖不出去。那我们说房住不炒呢控制了这个炒房客，让炒房客无路可走，但是也额外的伤害了这个刚需。刚需呢要么是想置换买房子改善型的，要么呢是想买房子，但是呢在房产大环境的情况下呢，房子买又买不起，卖又卖不掉。那么从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半年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楼市救市政策，比如说降低首付降低利率到了下半年呢又放开了所有的限制，鼓励大家买房，甚至呢让农民也进城买房子，给予呢一定的补贴。但是还是止不住这个房价现在呢在持续性的下降，那么越下降呢越不是一个好事儿。我们知道呢，我们买房子就是买涨不买跌，那么有买的有交易，那么间接的呢就促进了税收。还有一点呢就是房价持续下跌看似大家有钱可以消费，但是一方面不买房子，另外一方面呢捂紧口袋开始存钱，也不买房子，就是观望。那上半年的存款总额我们就能看出来一些端倪。所以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房价持续下跌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买了房子以后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持房成本会增加。持房成本呢要从2个方面来讲。那过去20年为什么大家可以持续的买房子？虽然我们买房子也要拿首付，也要拿还银行的贷款，但是我们能够算明白一个账，就是说房子在短期之内可以呢上涨，我们所有的本钱呢都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被抵消了。总的来讲，我们买房子是赚的，而且呢那个时候买房子我随便找一个地方买都可以升值，因为当时呢城市化率还在大力的进行。曾经呢我们看很多很偏的地方，现在呢可能已经成为了商业中心，但是现在买房子的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你买不好房子，或者说位置不对，真的有可能套牢里赔钱。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算购房的成本。首先现在的房价很高，那么我的首付相应的要增加，那么首付增加了以后我还有30年的贷款，现在的贷款利率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30年的利息和本金是一样多的。也就是说现在你花了100万买房子，30年以后你房子的成本就是200万。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一点问题，30年以后我这个房子能够值200万吗？而且我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还有装修，还有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
如果我不值这个钱，那么我为什么现在还要买房子呢？买房子就是套牢了我们，买了房子，房子在不断的贬值。以前呢，我们说房子保值，但是现在呢，买房子就是一个技术活，和买车差不多，车买完以后就是不断的贬值。那么现在买房子也在不断的贬值，那我凭什么还要买房子？那第二个成本呢，就是说未来可能房地产税会出来。房地产税呢，和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契税啊、个人所得税啊、增值税是完全两个概念。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这个商业类型的房产是一直就有这个房地产税的，就是我们说的写字楼、商铺、公寓，对吧？我们在交易的时候，这个税费是非常高的。其实这个就是房地产税。但我们可以预料的就是呢，未来可能这个房地产税运用于住宅上面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作为一个可持续的税种，可能每一年都征收。那么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成本，那我们的成本又增加了。那其实我们还要买房子干什么呢？这相信呢也是很多人心中在担心的问题。第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说现在房子的流通性变差。之前呢我们说我们的需求量很大，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人在进城不管你是学习、工作还是发展，总之我需要一套房子。那个时候呢就大量的买卖房屋，整体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活跃的。但是现在房子的流通性为什么变差？从新房来讲，以前人们热衷于买新房，是因为呢没有住过，而且新房的户型呢，还有这个楼层还有呢整体小区的管理等等，都要比老房子好得多。年轻人特别喜欢买新房，但是现在很多人面对新房不敢出手买，原因就是害怕出现烂尾楼。之前为什么烂尾楼很少？那是因为呢，在过去20年，这个房地产呢是畸形发展的，开发商呢虽然欠了很多钱，但是它的流动资金是足的。原因就是我们实行了这个预售的制度，房子还没建，但是我们把全款呢已经给了开发商，所以开发商的流动资金特别的充足，所以呢他就大胆的去拿地，也能够做到呢准时去交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3道红线以后，开发商在想办法降负债。一是呢他的融资渠道被断掉了，从银行借不到钱，从民间机构也借不到钱，唯一呢是指望老百姓的首付，但是老百姓现在又谨慎，不敢把钱投入到新房，所以呢新房的烂尾楼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已经买了房子还没有交房的购房者，他们面临着烂尾楼是欲哭无泪。一方面呢我们还着贷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拿不到房子，所以呢上半年有了烂尾楼停贷的事件。于是人们在买新房的过程当中呢是谨慎了又谨慎，不愿意呢出手。还有呢我们说二手房，二手房呢都在个人的手中，那么他们卖房子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加上我这么多年的利息，再加上我装修，把所有的成本全部核算上去以后，然后再到市场上去售卖。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讲，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么多，他只会考虑到他的收入以及这个城市的规模。如果总价很高，他就不会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3、4线城市出现了这个有价无市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还有呢，很多人在购房的时候觉得二手房根本就不值这个价，因为很多二手房呢都属于是老房子，之前呢可能还有学区的这个说法，但是现在呢已经取消了学区房，所以呢很多人觉得你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为什么你还要卖这么多钱？完全呢就是在割韭菜。那么我选择呢不买，我观望就可以了。所以呢综合以上的3个原因，导致到现在楼市的房价仍然很高，但是却交易量很少，这才是我们应该呢急需解决的问题。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